上个月2月22日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布了2024年的财报，巴菲特也发布了1年1度的致股东信。上市公司都会发股东信，但放眼全球商业界，只有2封股东信特别受关注，一封是巴菲特的，另一封是亚马逊的贝索斯的。但贝索斯的股东信也是受了巴菲特的影响。那么今年巴菲特都说了些什么呢？经营方面，过去1年伯克希尔的189家子公司中有 53% 利润下降，但伯克希尔2024年全年的营业利润还是增长了 27%， 达到了 474.37 亿美元。截至2024年年底，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达到3342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意林读书，每天一本好书，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。当然，比起伯克希尔的状况，人们更关心巴菲特对于趋势的思考。今年他提到了这么几个重点：第一，长期还是长期，这是巴菲特最看重的东西。比如，伯克希尔的重点永远是持有优质企业的股权，并且是长期持有。可口可乐的股票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。巴菲特说，年度数据有起有落，但站在几十年长期持有的视角上，好的投资能让你的收银机响得像教堂的钟声。再比如，伯克希尔从不开展股东分红。巴菲特接手伯克希尔后，只在1967年做过一次股东分红，大概分了100多万美元，而就这一次分红，巴菲特58年后还在后悔。从此，伯克希尔不再分红，而是用这部分钱在投资。最开始这点钱可能不是很多，但是60年过去后，这笔钱非常可观，变成了伯克希尔压舱石的一部分。说白了，伯克希尔在不断地把股东们卷入一项长期的事业，只有这样，雪球才能越滚越大。第二，要正视错误。人不可能不犯错，关键是正视错误。过去，巴菲特的哲学里有一点是，要尽量少犯错。他有一句名言，说的是，人要少犯错误。少犯错误比抓住机会重要得多。但是，人总会犯错，关键是犯错之后怎么办？最近这些年，巴菲特承认自己失误的时刻越来越多了。从2016年到2023年，巴菲特在股东信中16次提到自己的失误，有时是投资配置失误了，有时是识人不清。但是犯错之后最重要的是正视问题，解决问题。他引用了芒格的一句话，问题不能通过幻想来解决，而是需要采取行动，不管这可能多么令人不舒服。巴菲特说，自己参加过很多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，这些会议里禁止使用错误或者失误这样的词汇，这样的公司往往会陷入完美叙事陷阱，这恰恰是不可取的。企业的生命力一部分来自这家企业迭代错误的效率。第三，巴菲特再次强调了自己的选人标准。伯克希尔的管理风格是找到那些厉害的人，然后把公司交给他们打理。伯克希尔的体量是37万人，但总部只有26名员工。那些厉害的人往往不是简历特别漂亮的人，而是在某方面很独特的人。巴菲特着重介绍了一个人，皮特·利格尔，他帮伯克希尔赚了几十亿美元。但伯克希尔最初收购他的企业时，他说自己不想赚得比老板多，只要了10万美元的年薪。巴菲特还提到一位很久之前帮伯克希尔经营过企业的管理者，巴菲特说他是零售天才，但这个人的学历只有小学6年级。巴菲特说，伯克希尔选管理者从来不看他毕业于哪所学校。巴菲特看重3项品质：刚正不阿、富有智慧、充满活力。同时注意，巴菲特还说，假如不具备第1项品质，那么另外2项品质就会害了你。好，以上就是巴菲特这次股东信中3个值得注意的重点。其实，巴菲特发股东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，
形成了一种大部分读者都很习惯的特定模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也有不少人觉得这2年巴菲特股东信的热度似乎没有以前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多数外人看来，巴菲特股东信里的新鲜事并不多。很多人期待老爷子每年都能说出一点石破天惊的洞见，但问题是，这个期待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。你看，巴菲特一直在强调长期主义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，比起那些变化的东西，他大概率上更关注那些不变的东西。而且要想发现那些不变的东西，必须得建立更长远的视角去长期观察。说白了，短期看不清的东西，我们需要看长期。因此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实验，让 AI 来模拟巴菲特未来10年的股东信。给 AI 的提示词是分析巴菲特往年股东信的内容，模仿巴菲特的思考方式去撰写未来10年的伯克希尔股东信，并且充分考虑外部变量的影响。这些变量包括但不限于新技术冲击、地缘格局带来的经济变化，以及人们的心态在此期间发生的转变。我们用这个问题分别问了 DeepSeek 和 GPT-o3 mini， 然后把二者的回答相结合，做了编辑整理。以下是 AI 模拟巴菲特写出的未来10年的股东信，我们快速看一遍。2026年 AI 给出的主题是领导层过渡中不变的原则。他预测2026年，也就是明年，巴菲特大概率会完成 CEO 的正式交接。过去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绑定过于紧密，一旦换帅，市场对后巴菲特时代的担忧会达到顶峰，需要通过股东信重建信心。那么巴菲特一定会强调系统大于个人，展示旗下子公司体系的抗风险能力。巴菲特也许会这么说：查理和我始终相信，伯克希尔的成功不在于某一个人的智慧，而在于一个可延续的系统和原则。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，我们的文化将比我们任何人更长久。2027年股东信的主题是对抗结构性通胀的长期策略。 AI 预测 2% 至 3% 的通胀率会成为美国的常态。那么这个时候能对抗通胀并且穿越周期的往往是必需品，比如可口可乐，而这正是伯克希尔的基本盘之一。巴菲特会用自己标志性的比喻说，当纸币的价值像冰淇淋在烈日下融化时，真正的资产会像树苗一样扎根生长。我们持有的铁路、能源和消费品牌正是这样的树苗。以及永远不要和美联储打赌，但永远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。2028年股东信主题是回应全世界的供应链重构问题。巴菲特会说，世界正在分裂成许多个棋盘，但好生意在任何一个棋盘上都能找到位置。伯克希尔会继续压住那些无论地图怎么重绘都不可或缺的服务。2029年的主题是技术颠覆中的价值投资。按照能力圈原则，伯克希尔大概率不会重仓 AI 公司，但假设 AI 真的要彻底改变世界呢？伯克希尔大概率会投资支撑起新技术的基建，做 AI 技术的卖产人。巴菲特会说，机器可以预测天气，但建造方舟仍然需要人类的判断。我们不投资算法，但我们投资那些让算法运转起来的电力公司。2030年主题是对气候风险重新定价。气候变化也是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性议题。 AI 认为，按照巴菲特的风格，他不会仅仅满足于规避风险，而是会从中寻找机会。巴菲特会说，灾难预言家寻找末日，而企业家寻找灭火器、保险单和更坚固的屋顶，这正是我们收购的领域。当海平面上升时，伯克希尔持有的土地恰好在高地上。2031年主题是长寿经济。 AI 预测，到那一年，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会突破7500万，老年人的护理费用会超过子女教育支出。那么伯克希尔的投资会围绕老龄化社会展开，并且会规避重资产的养老地产，
专注家庭透析设备、药品销售系统这类轻资产服务。2032年，主题是企业社会责任。AI 认为，巴菲特会关注 ESG。巴菲特会说，用股东的钱买社会声望是偷窃，用商业智慧解决社会问题才是慈善。2033年，主题是现金流管理。AI 预测，未来伯克希尔还会继续储备现金流。不过，股东信中会更多地强调持有现金的战略价值，万一遇到泡沫，现金流就是非常有必要的缓冲器。巴菲特会说，当烟花熄灭时，手里握着火柴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在伯克希尔，我们既建造火箭，也始终留着返回地球的燃料。2034年，主题是回归真实体验。AI 认为，世界越虚拟，真实越可贵。巴菲特会这么说，当 99% 的交易由算法完成时，剩下的 1% 人类冲动会创造 120% 的利润。以及线下体验不可替代，伯克希尔增持航空、酒店股的逻辑未变。2035年，也许是因为这是我们让 AI 做预测的最后一年，也许是因为这一年的巴菲特已经是104岁高龄，因此 AI 预测这一年的股东信主题是终局验证。巴菲特也许会说这么几句话，比如商业的本质从未改变，市场总是重演历史，只是每次的服装和道具不同。再比如，他可能会说，假如我的讣告只能写一句话，我希望是他始终相信自己国家的好运，并足够耐心地等待运气变现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让 AI 模拟写作的巴菲特未来10年的股东信。这10年的预测主题各不相同，但咱们能从这些内容中看到一些共性，恰好印证了巴菲特过去60年不断重复的主题。比如文化的延续性。巴菲特的年龄让人担忧，巴菲特自己也知道，但是他一直在强调，系统比人更重要。伯克希尔是一艘特修斯之船，换完所有木板依然能保留灵魂。再比如有耐心的机会主义。巴菲特并不反对机会主义，但他同时也认为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能力，不能放任自己投机。闪电劈下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在场，还需要有足够的桶。再比如反脆弱的哲学。巴菲特的理念是保守中带有一丝开放，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未知冲击，他的态度是不为黑天鹅下注，但确保自己永远是天鹅湖的园丁。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的预测当成一个小小的玩笑，但是换个角度，也许企业长青的真正密码就藏在这60年来不断重复，甚至 AI 预测时也不会避开的段落里。或许最好的投资哲学就是把长期主义、简单原则、洞察人性这几件简单的事重复做上几十年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